梦游二婚女相亲条件啊，又把相亲男人给雷翻了。这是一个男网友的亲身经历。那天呢，36岁的二婚女跟这个30岁的二婚男呢，他们约着线下见面。之前两个人一直都在网上聊的，2个多月了终于要奔现了还是有一些小激动的。两个人呢就约到了一个公园，男士呢就先到了等了半个多小时，女士呢终于来了。结果呢，他说是因为路上太堵了所以来晚了。男士这会儿其实没太在意嘛想想大家都是来相亲的嘛，就相互说说自己的要求什么的。毕竟呢网上聊了很久，聊的也都是一些不相干的话题。这回呢就大家说明白好了开诚布公的。男士呢就让女士先说，于是这个女士就说之前呢自己说的自己是30岁，实际上呢是36岁不过周围的人都说自己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28岁的样子。问男士能不能接受他这个年龄，男士没有接话说那你还有其他什么条件和要求就一起说了吧。于是这个女士又说我呢个人对另一半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就几点。一个呢就是在城里必须有2套房，因为自己是独生女，以后呢想把农村的父母接过来养老。男方的房子有一套必须要写他的名字这个呢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安全感，为了保障嘛，毕竟已经离过一次婚了再有呢就是结婚后男方的收入和财产都得让他来管理，怕男方乱花钱，自己呢感觉不踏实。最后就是结婚还是要彩礼的，不会很高，20万就够了。听到这里男士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你说你36岁长得像28岁的，那我要是告诉你，人家都说我虽然没有那么有钱，但是我长得很像有钱人，你能接受吗？还有你说我的房子写你的名字是为了你的安全感，那我的安全感不是就没有了吗？对吗？谁也不想再离婚，但是谁也保不准还会不会离婚的。现在这个社会什么事儿都会发生，我还见过一个离过4、5次婚的人呢，那你怎么说呢？最后你说你要的彩礼不算多，也就20万，你知道一个男的要在城里买2套房，还得给你准备20万彩礼那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的人？我要是有那个条件，我还会站在这儿跟你相亲吗？就在这时候，老远跑过来一个小女孩，就冲着这个女的叫妈妈妈妈。你说让我跟小朋友玩会儿，可是他们都走了，我就过来找你了。男士这会儿才恍然大悟说你还有个孩子呀？女士这会儿就一脸的尴尬说是的，我女儿都5岁了，刚才呢就是在哄她，所以我来晚了。男士这会儿已经完全下头了，说自己还有事转身就走了。我说现在有些人你出来相亲千万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大家都很理性的，没有谁那么容易被骗的，好吗？这红娘做久了就怕遇到这种女人，开口就要找什么都比自己好的，收入比自己高，长相比自己好，学历、家境、资产啥的都得比自己强，自己呢要啥没啥，就是性别女没了。他完全没有一个准确的自我认知，你配不配得上这样的男人？你能给人家带来什么？就最近我这来了个离婚的女人，87年的，自己带了一个孩子6岁。她前夫呢自己开公司做工程的，经常出差，但是家里没让她缺过钱花，也算得上是个有钱的人家了吧。结果这好端端的婚姻她非给作没了，说前夫没时间陪她和孩子，常年在外，自己特别没有安全感，老公信息回慢了她都觉得有问题，就这么着非得要离婚，得了一套房子和一辆车，带着孩子自己过了。现在呢她想给孩子再找个爸，就开始相亲了。话说吧，她长得还真是不赖挺漂亮的，可是她提的要求那真的是就你们外行的人来看看，估计都知道她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她说她现在带孩子没法出去上班挣钱，为了不降低生活质量，所以呢她还是得找一个做生意的男人，至少1年得挣500万以上的。她说不能委屈了孩子，所以呢不能接受比她前夫差的，另外最好呢还有点眼缘，然后自己是有房有车的，对方的资产至少都得是自己的1倍以上，总不能结了婚住在我的房子里吧。另外就是她觉得自己年纪也不小了，不想再生孩子了，对方最好是没有孩子或者不想要孩子的那种。那我听她说完这话之后，我就跟她说那其实你需要的这种收入状况倒是有的，我这里还真不少，但是
不想要孩子的男人几乎是没有的。你还是要把这个条件啊降一降的。我这儿呢倒是有一个80年的老板，年收入大概500万以上，资产也有好几千万，但是呢他有一个5岁的小孩，但是跟着前妻的。这个男士呢个子不太高，也就168的样子，外形可能就比较一般长的，你看一下可不可以？他马上就不高兴了啊，翻着白眼就跟我说，我就跟你说了嘛，有孩子的我是绝对不考虑的。还有我前夫的身高是1.8米，你怎么能给我找一个168的呢？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你看看还有别的吗？就在这个时候啊，旁边一直在听我们说话的另外一个姑娘啊，就凑过来了。她跟我说，红娘老师啊，这个男士条件还真是不错，能介绍给我吗？我今年28岁，未婚，我不介意他离过婚有过孩子，你看我行吗？这个时候啊，旁边这位离异的女人真的是一脸懵啊，一脸的尴尬。她肯定万万没有想到竞争对手就坐在她的身边，还比她年轻漂亮，而且人家还是个未婚的。你们说说，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男人，是会选择一个离婚的女人，还是会选择一个未婚的女人呢？87年的女士相亲到底有多崩溃？在北京哈，这样的女生太多了。她们刚来的时候呢，都会跟我说，哎呀，我找个能力强一点的，喜欢条件好的，外形条件呢顺眼一点的。结果见了几个这样之后，没有一个愿意跟她继续谈的。后来呢，她又会降低一些条件哈，可以不看眼缘了，条件呢跟自己差不多或者差一点的也行哈。但是她发现，她虽然降了条件，但是仍然非常的难。遇到最多的呢，就是一些有点奇葩的男人，比如说奇葩的言论啦，奇葩的想法啦，奇葩的认知啊，甚至很奇怪的性格。他想遇到一个正常的都不太容易。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求一降再降了，仍然找不到对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你降低要求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你年龄增长的速度啊！大家说对不对？姑娘们哈，怎么看一个男人能不能跟你共度余生呢？真的不是完全看一些外在的条件。我在北京红娘生涯10几年了，我看到了很多分分合合。你找对象列出来的那些条件，只能帮你筛选出一个硬件条件符合的人，但是呢，他筛选不出来一个人的人品、性格和三观。下面的话哈才是重点，希望你能把它看完。看一个男人能不能跟你共度余生，不是看他送了你多少礼物，更不是他会不会说情话，要看你生气的时候啊，他是什么态度。如果你一生气他就逃避，只会跟你讲道理啊，为自己开脱，甚至呢发脾气搞冷战啊，最后呢逼着你妥协，那他一定不是一个良人，因为他只会在你身上享受爱情的甜，却无法接受生活带来的苦。生活并非只有风花雪月、浓情蜜意，对吗？生活中有风有雨啊，也有阳光，没有天生的合适，没有那么多的绝配，只有各自的温柔和让步。男人最好的聘礼呢，是一生的包容；女人呢，最好的嫁妆是一世的理解。真正合适你的人，不是那个爱而不得又念念不忘的人，而是在你的人生低谷的时候，仍然愿意陪伴在你左右的这个人。遇到对你好的人啊，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遇到一个始终都待你如初的人，更难。你们说对吗？听说了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哈，外国姑娘呢用超低彩礼攻占了中国相亲市场，国内的小伙们真的是有福了哈。最近呢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哈，国际婚姻啊开放了，外国媳妇儿开始涌入中国市场，不少人啊开始炸锅了啊。为什么呢？这些洋媳妇儿啊，他们什么都不要啊，不要求彩礼，不要求车，不要房，在部分人的眼里啊，这不就是来搅局的吗？尤其之前有个俄罗斯姑娘嘛，因为人家不要彩礼，被喷得狗血淋头，说她在扰乱市场啊。有男网友啊就跳出来说嘛，外国女友就是好，尤其是东南亚的啊，踏实能干，要求也低。咱农村小伙啊，说到彩礼、房子、车子，样样都是硬伤啊，根本就承受不起国内女生的这些要求，只能外娶啊，图个负担轻点嘛。但是很多国内的女网友啊，他们就不买账了哈。他们觉得外国的妹子哈，语言文化又不通，生活习惯差异又这么大，你娶回来不是更容易产生家庭矛盾吗？你们这些男的有没有好好想过这些问题？男女之间啊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哈，但是外娶已经成风了啊，是铁定的事实，已经有数据证明了嘛。可能啊这个数据会亮瞎你的眼睛哦。2018年外娶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外嫁，2019年男人外娶 2.9万，
比外加要多了1万多。中国男人啊，近60%都是愿意娶一个外国媳妇儿的哈。听说在广西啊非常逆天，有10对外籍婚姻里面就有9对是越南新娘。地方上呢，甚至会流行这样一句话哈，没娶个越南媳妇儿回家啊，都好像不好意思说自己结婚了。为啥这么火呢？你想想，越南他那个月薪啊还不到2200元人民币，国内的月入过万的小伙在相亲市场上几乎没戏。但在东南亚姑娘的眼里啊，月入5000都已经很香了，什么车呀房啊彩礼都不用哈，只要看中了就愿意嫁。而且呢，不只是东南亚，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女孩也都抢着要嫁到中国来。其实说实话哈，中国男人在国际上的口碑还真是不错的。在国外妹子的眼里呢，欧美男人太随性了 ，hold 不住；日韩的男人呢，大男子主义啊，太难受了；中东的男人就没法提了哈。那所以中国男人呢，既勤劳啊又体贴，还很上进，对女人还很温柔，就是他们的梦中情人啊。在俄罗斯，如果2家合得来的话，女方的爸妈还愿意倒贴买房买车，就为了找个踏实的人家啊，让自己的女儿过得好一点。对比咱们国内哈，形势真的有点心酸。有些城市的男女啊，比例都高达1:40了。那些年薪20万以下的小伙子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反观那些月收入才3000的小仙女啊，却嫌弃那些月入3万的小伙子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哈，没有豪车，没有豪宅。那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如果是你会怎么选呢？你们知道吗？最近我们北京的大龄专场哈相亲活动，又是女生爆满，但是男生呢就生的少的可怜啊。我一个一个打电话去联系，愿意来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这个场面啊太尴尬了啊！在场的女生们真的是也个个啊都非常积极的展示自己，但是男生们呢就显得很冷淡。其实从条件上来看，这些男生有好多确实还不如这些女生，有几位啊算是入得了眼，但是活动快结束了，他们连一个女生的微信都没有去加，估计都是没有看上呗啊！那我就特意去采访了一下这些男生的想法，结果啊发现他们就是来碰碰运气的。如果在大龄女生当中能够找到一个满意的呢，也可以考虑，但是遗憾的是他们觉得一个都看不上。男生们认为哈，大龄女生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并不是他们的年龄，而是他们的生育价值真的所剩无几了。生一个孩子可能是没问题，但是生2个的话估计就悬了。所以一个长得漂亮身材保持得很好的大龄女生勉强还能凑合哈，至少呢看着顺眼嘛。关键的是哈，大部分的大龄女生她不觉得自己颜值差呀但是她们在婚恋市场已经没有了竞争力，却仍然呢不愿意降低对男人的要求，要房子要车要事业要情商高，样样都不能少，还想花男人的钱，即使他们自己也不缺钱，也不缺房，也不缺车。大龄女生非常看重物质的，但是年纪、长相、情商又配不上她的理想问题就是他们还意识不到这些问题仍然会以为自己阅历多、思想成熟就应该配得上优质男。其实大多数的剩女并不漂亮，只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漂亮。工作能力强，有房有车，也不是男人找女人的刚需结果他们的要求比20多岁的女生还要高。那自认为阅历丰富，只不过是情感经历丰富嘛。对于优质男人来讲，这样的女人根本就是低价值的。这些大龄剩女呢，总以为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才找不到好男人，其实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缺点，她们自己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些。大家说是不是呢？昨天呢，有一对来相亲的哈，女生屁股都没坐热呢，男生转身就要走。2个人刚刚坐下，男生就问女生工资多少，女生说大概5000多，男生就接着问，那你们家家庭条件是不是特别好然后女生说我没有我们家普通家庭，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男生听完就迟疑了一下就说那我一会儿还有事那我就先走了，咱就不聊了。然后女生就说你啥情况一来就问收入，你是来相亲还是来找富婆的呀？男生说你别误会我就是觉得我们俩可能有点不合适。女生就很纳闷问你觉得就哪儿不合适男人说你要是非要问的话呢，那我就给你讲一讲我一进来就看到你背的这个包包了，至少这个包都得3-5万，但是你的工资只有5000多而且你的父母还是普通工人，家境也不算富裕。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买个几万块钱的包包背，无非就有3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可能哪个大哥送你的，
那为啥大哥要送你这么贵的包啊？大家都是成年人嘛，对吧？心知肚明。第二呢，就是你可能是刷信用卡分期买的，那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了，还不得跟你一起还呢？第三呢，就是这个包啊，可能是个假的。如果说咱买不起啊，咱不买也罢了，那非得买一个假的充面子，那不是就很虚荣吗？女生就很不服说，那这是我自己攒1-2年前买的，还不行吗？男生说，那你如果每个月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啊，1-2年就为了买一个华而不实的包包，那也证明啊，我们的消费观真的不合适。大家觉得这个男人的判断对不对呢？你们猜怎么着哈？又来了一场相亲现场爆笑剧。39岁的男士和36岁的女士呢，第一次见面啊，就在咖啡馆里。哥们儿一开口啊，就问你房子买了没？女士回答说没有。北京的房子这么贵，哪是能想买就能买的？然后呢，他紧接着又问那车呢？女士依旧摇头嘛，还是没有买，也摇不到车牌号呀。接着呢，他就瞪大了眼睛，那你有存款吗？女士就很无奈说，我也没啥存款。这下哥们儿就马上说，不好意思，那咱俩不太合适。不过呢，看在媒人是我二姨的份上，咱俩就稍微坐会儿就走吧。于是呢，就开始低头玩手机了，再也不抬头。这时候呢，女士憋了一肚子气没忍住，开始反击了，说你一个大男人啊，相亲就一个劲儿对一个女生问这问那的，你是不是还想着蹭吃蹭喝呀？条件好点就牛气冲天了。我是个女人，嫁汉就得穿衣吃饭，你不懂吗？你凭啥这么拽？这哥们儿立刻就怼了回去，你说啥？我蹭吃蹭喝？你看看你自己，都36岁了，工作10几年啊，每个月的工资攒不住，花得光光的，从来没有想过买房买车，还没有什么存款。你不就是想着以后能找个老公啊，让他给你买房买车，给你彩礼就完了呗，对吧？你的思想啊，其实还停留在旧社会，知道吗？都什么年代了，男女其实是平等的，好不好？我读书你也读书，我赚钱你也赚钱，甚至可能你赚的比我多。以前女孩子连驾照都没有，现在呢，不但能开滴滴还能开动车，还能当宇航员，开火箭呢。国外还有女总统。既然都男女平等了，为啥光让我一个人买房买车呢？你根本就是想索取啊，啥都不想干。那我还谈什么呀？女士立刻就反驳了我是女人呐，我是要生孩子的呀，男女真的能平等吗？生孩子可是跑了一趟鬼门关，难道你们男的不应该补偿我们吗？这哥们儿就说了别，我可不一定想要孩子你生的是孩子，你又不是生的我，你找谁补偿啊？我又不指望着他给我养老而且现在很多都是养儿啃老，你知道吗？以后真的赚到钱愿意孝顺你，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说要补偿，那我不应该得补偿我妈吗？对吧？这男的真的是太会怼人了，是个能说会道的主，对吧？但是大家觉得他说的对不对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现在婚恋市场真的有一个现象不知道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就多年前吧，我记得那会儿来相亲征婚的人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比如说28岁以上的人，或者呢是一些离异丧偶的人。人们呢对于征婚这件事情虽然也知道，但是呀，很多人都是不太接受的。甚至呢，这是一些实在找不到对象的或者很难找对象的人才会来相亲，找人介绍什么的。对于这件事情，甚至有些人还持有一些鄙视的态度。好端端的年轻人更加不会来相亲找对象的，都是希望在生活中自己去认识。可是我要告诉你们现在真的是世道都变了。我现在接触的都有00后的来相亲了，97后那真的是大把大把的人，特别是女生，这简直是太卷了。你们知道吗？现在00后登记结婚的人已经有2万多人了，但是其中男生不到200人，女的呢已经有1万多了。你们懂这是意味着什么吗？就是说现在00后的女孩子她们找的都是比自己大的，比如说比自己大7、8岁，甚至有的人能接受比自己大16、17岁的。这些女生她们的相亲方向必定是那些优质的男人。她们懂自己的优势就是年轻漂亮，她们是眼睁睁地看着80、90后的大龄剩女踏过的那条血路望而生畏，一定要在适合的年龄尽快的解决婚姻问题。可以说00后是婚恋方面开始觉醒的一代女人。
但是这也意味着现在的80后、90后的女生啊，你们如果还要想找优质的男生，年龄还放在只大自己5、6岁这个样子的情况，那可能你就得跟这些比你年轻10来岁的小妹妹们去竞争了。本来就是稀缺的资源，现在还要跟他们去抢，大龄剩女们真的是情何以堪呢？你们觉得这到底是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呢？